我们有一个读书会，说要看一本书叫《灵性炼金术》，结果我到成品死活都没找到这本书。后来群里面就说，那不然我们看另外一本叫《灵魂的真相》吧。然后我刚刚在成品看过，也没找到这本书，我们再换另外一本吧。这句话我当讲完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有了这一本《灵魂的真相》。然后啊，不看还好，一看就不得了。我原本对于一些东西的不确定，对自己的疑惑，所有答案都在这本书当中被解决了。那今天呢，其实我就是来介绍这本书。嗨，我是Dawson，还记得上周我们在念什么样的东西吗？就是灵魂的真相。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聊聊灵魂真相的下半部分。核心灵魂组呢，也有3种属性。然后一样，高我是共同属性。那另外2个是什么呢？另外2个一个叫做指导灵，另外一个叫做躲在帷幕后面的灵魂。什么叫指导灵？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一些新的体悟、新的知识，或者是获得一些更高的智慧。这种获得感其实是由内而外的获得，并不是透过别人教你的获得感。所以这种获得感大部分都已经会跳脱你原本的经验所获得了。如果大家知道阿卡西记录，其实我就曾经进入到阿卡西记录当中，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该如何学会面对死亡？正常理解当中这句话只要问完，我应该就开始那你要勇敢的去面对我的答案可能都这些。可是没想到进到阿卡西记录里面，我问完这个话，他得到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你不用学会面对死亡，因为你迟早都学得会。但你更应该要学会着如何好好的活着。这个答案其实有点跳脱我的理解之外。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妙？因为这个答案基本上算是一个还蛮有智慧的答案。这可能是在我正常的思维里面不会想到，可是偏偏我在进入阿卡西记录当中，这个答案就浮现出来。所以你硬要把这种获得感当成是一个线性逻辑思考的话，其实我觉得很难获得我们这种比较有智慧、比较有维度的答案。但如果你用一个开放性的思考，就是这个答案到底谁给你的，你可能就会知道，原来这整件事情似乎好像有人在后面指导着你，让你有获得。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叫做指导灵。指导灵呢，又很像被定义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它不能被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更多的理解是一种获得的感受。那再来就是灵魂的第3个属性，你可以称为帷幕另一端的灵魂。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上有很多事情都发生得非常巧合？比如说你正在经历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的想法，总是会在一定的时间出现一些人，出现一些事情，帮助你把这件事情给完成。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灵魂的第3个属性。帷幕后面的那个灵魂正在引导你、协助你、帮助你的一个角度，它都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帮助你。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又或者会让你遇到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人。这些事情或这些人，让你在从中经历了很多，并且让你去行动。并且让你知道你该做些什么。它可能引导你去做善事，也有可能引导你去经历一些苦难。不管怎么样它感觉就很像是有一些事情就是这么巧合的被出现，然后在这件事情经历过后，你会获得一些感悟，获得一些智慧。这个部分就是在笔幕另一端的灵魂跟指导灵之间的配合。灵魂另一端的灵魂让你去做些什么，让你去经历什么。然后呢，你的指导灵让你获得了什么？好，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简单来说叫做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困难，或者是遇到的问题都是万难。好，更不能把这件事情算作排除万难，因为从灵魂的角度这一切的巧合，
其实都是计划的一部分。那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这种感觉叫共识性。共识性啊，并不是让你来遇到困难的，共识性的目的啊，是为了让你来看见，并且改变你的实相。好，所以这个灵魂系统啊，该怎么运作？就当你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怎么会这么巧，不管遇到的是人还是事，或者是老是看到一串数字、一个文字、一个提示，你都可以透过直觉去对自己提问。是不是要暗示我什么呢？这些巧合啊，是不是我的指导灵要我学会什么呢？也许在某个瞬间啊，你就会获得指导灵给你宝贵的智慧。你看，就像我这次开课一样，为什么那2天就是没人定？也许那2天是母亲节，可是也有可能把它定掉啊。但是就偏偏被我定了。被我定了以后，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脑中出现了什么画面，我就这么去往下做。在最后一天，有人跳出来帮我解决设计，有人帮我解决场控的问题，让这整件事情能够顺利完成。这个整件事情顺利完成之后啊，我又获得了一些新的感受跟启发。这个感受启发是不是就是指导灵要让我获得的东西呢？第3个啊，要聊到的就是盖亚灵魂组。那怎么样去理解盖亚灵魂组啊？盖亚组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盖亚这个词啊，是在希腊神话当中大地女神的意思。你可以理解啊，地球就像母亲一样，保护着我们，孕育着我们，支持着人类。所以盖亚灵魂组啊，也被称为支持组，支持着人类灵魂跟核心灵魂的一切。就像啊，在人类的周围伸出了一个栅栏，这个栅栏呢能够保护着我们。那克里昂在这里面啊，他也把这个栅栏的感觉称为叫网栅。好，那这个灵魂盖亚组到底怎么样去理解跟感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就当你走到大自然里面，你可能可以在一座大山里面感受到它的庄严，可以在一个大湖里面去感受它的宁静，或者是在大海里面感受它的活力。总之啊，你在这些大自然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一股无形的生命力环绕在身边，所以你可以明确在这些地方啊，感受到一股清澈透明的力量正在包围着你，而且甚至有些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他会灵感爆棚，甚至感动落泪，赞叹大自然的伟大。这个啊，其实就是盖亚灵魂组创造出来的能量。那盖亚灵魂组里面，当然也有一个负责沟通的高我属性。但另外一个属性啊，就分别是磁栅跟金栅。那什么叫做磁栅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哦，磁栅啊就很像是我们老祖宗说的风水，不过它跟风水好像也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所谓的磁栅啊是更大的地球范围，而不是单纯的居家风水。好，如果大家有读过一些科研的资料，就发现，我们现在地球的那个磁场正在转变，其实就跟这件事情相关。那克里昂还提到啊，其实磁栅的改变啊，会跟着人类的意识所影响。这个也像我们前面提到，就是3个灵魂组啊，其实是分别独立，但却又互相影响。你看最近的疫情又开始爆发了，那疫情的爆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因为人类不注意什么事情产生的这个状况？这个也是跟磁栅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啊，要聊到的就是金栅。金栅呢，它有点像是记忆库。那这个记忆库，它记忆了地球所有的记忆，不单单只是地球的历史哦，还包含着人类的记忆。然后这个人类的记忆啊，还不是只有大部分的人，是全部人，每一个人的记忆都在里面。更重要啊，这里所谓的记忆，并不是过去的记忆，因为时间是人的线性逻辑定的。这个记忆啊，其实应该是更加高维度的，每一个次元都有，因为更加高维度里面是没有时间概念。像有时候啊，我有时候做梦啊，我梦到我可能是一个作家，我在梦里面我在写东西，又或者啊，以前我在打球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我觉得我是战士，然后一样不服输的那种斗志。
这种啊，其实都是在我其他次元底下不一样的角色当中的惊乍记忆。而当下我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也就是我在做这几件事情的时候，我下载了那个次元身份的一些能力。所以啊，如果你们能够善用惊乍的力量，就能够看见一些其他次元的记忆，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清楚知道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在过去啊，帮一个朋友来做阿卡西的记录，看他的个案。那他是我第一次见面的个案，我以前都不认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人生胜利组，在生活、财富、感情都是极尽完美，令人羡慕。加上他又是博士的学历，照理讲啊，他应该对人生感觉到很美好。可惜啊，他对他的人生感到了极度无趣，因为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所以他觉得他人生太无聊了。那当时我进到他的阿卡西记录当中，我就看到一台高速列车正在疾驶当中，而我就看到他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看着看着，我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看到他的脸上露出了表然无趣的状态。这个时候，我忽然获得了一种知晓感。这个知晓感啊，就很像让我知道为什么他会是这样。我就告诉他，人生就像一趟旅程，你可以选择坐高铁快速的到达终点，你也可以选择啊在某一站下车，尝试着用走的，又或者是坐车或者骑车，也许一样都可以到达终点。但是你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前进啊，你可能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当我把话说完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说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所有的事情啊，他都要做到精准到位，并且追求效率跟结果。这种感觉不就像是坐高铁吗？难怪他的人生非常成功，也难怪他忽略了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必须要慢下脚步才看得到的东西。好，那也是因为这样啊，他似乎重新理解了怎么样去体验他人生的乐趣。当我当时要看这个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啊，我是经过他的允许，进入到他的惊乍里面去看看他其他次元的记忆。这个就是整个克里昂在讲灵魂的真相的3个属性。所以介绍完《灵魂的真相》这本书以后，你有什么感想？你会不会发现啊，这个里面讲的很多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正常去理解的事情。很多人会对这种书的内容啊带着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不过对我来说，不管书里面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能够给我一些不同的启发跟不同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到底要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精神？重要的关键啊，都是追求自己内在的平和跟内在的平衡。有了这些平衡以后啊，我们才有可能来追求智慧。当我们有更多的力气来追求我们的天赋跟知识的时候，让自己对于世界万物保持着一个慈心的态度，让自己啊保持着觉察别人也觉察自己的同理心跟怜悯心，自己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你说是不是啊？